隐形飞机真的会隐形吗？当然不会啊！实际上啊，几乎所有的隐形飞机在一些深高频和超高频雷达面前都是明显可见的。既然这样，它们凭什么还叫做隐形飞机呢？没办法啊，想要在雷达面前完全消失呢，几乎是不可能的。隐形飞机比普通飞机强就强在啊，虽然你能够看得到我，但是却很难打到我。好吧，尽管有点鸡贼，但能够鸡贼得起来本身就很不容易了。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以及他们为什么就不容易呢？首先，第一个是设计。一个能够使雷达波偏转而不是原路返回的外观设计，对隐形飞机至关重要。虽然我们可能已经很熟悉了，因为它在第5代战斗机上已经成为最明显的特征了。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彻底的欣赏它呢，最好还是退回到它的起点，那架棱角分明的 F117上。F117啊，代表着当年对雷达散射截面的最强计算结果。酷似外星飞行器的造型呢，直到今天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科幻。反倒是现在更加圆润流畅的 F35或者歼20，好像还缺了点味道啊。不过这正好代表着我们的计算能力在这段时间里面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可以在一个3维空间而不是2维平面上保持良好的雷达散射设计了。是的啊，虽然有了更多的曲线，但是散射雷达波的底层逻辑还是一致的。就像这张图片展示的一样啊，隐形飞机的外形呢，需要被设计成像是一面面斜镜一样，把雷达波的能量反射到别的地方去。与此同时啊，今天的隐形飞机表面设计还加入了新的理念，它利用适当的弯曲与平滑的过渡啊，让雷达波平稳的通过它，就像水流过光滑的荷叶表面一样，不会留有痕迹。疏而不堵，这不是东方的智慧吗？当然啊，就需要更好的模型和更强的算力了。这是第一个难点啊。接下来第二个，换一种思路，以柔克刚。你拳拳到肉，我就借力打力，用特殊的材料把你发射过来的雷达波全给吸收掉，这便是雷达吸波材料了。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啊，仅仅只是靠外形设计呢，还是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的。比如像机翼的前缘、进气道的入口、垂直尾翼的表面等等，都会产生大量的回波。在这儿呢，就必须要采用吸波材料加以辅助了，它简称 RAM（Radar Absorbent Material）。其工作原理是将雷达发射过来的电磁波的能量吸收，转化为热量，再发散到空气当中。通过与第一个外形设计相结合呢，就能够将战斗机的雷达截面减小到和一只中型鸟类差不多的水平了。而什么算是中型鸟类呢？指的就是大部分体长在20到40厘米之间的鸟类了。你看啊，这么算起来，等于就是把战斗机缩小了50倍嘛，还是非常可观的。但是啊 ，RAM 维护起来就是一场噩梦了。为什么拥有一架 F35或者歼20那么贵呢？这一定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了。同时啊，高温也是一个问题啊。甚至通过一些资料，我们已经知道，隐形战斗机是很难维持持续的超音速飞行的。并不是发动机不给力啊，而是 RAM 不给力，速度一快，跟空气的摩擦一剧烈，温度就升上去了，然后吸波涂层就废掉了。你飞得越快，暴露的就越快，很尴尬啊。这就是第二个难点了。好，如果说前面2个大家都能够比较容易想到的话，那么后面这几个呢，就是往往被忽略的了。第3个。生产公差，隐形设计在数学运算上的复杂性和 RAM 材料在应用上的烧钱性是一回事，但是能设计也能花钱，这隐形飞机就能够自己组装出来了吗？不行吗？能够大量部署它们的重要前提其实是必须要能够以极其严格的生产公差去制造它们的水平才行。在隐形战斗机的表面，即使是面板之间极其微小的缝隙呢，也会使它更容易被雷达探测到的。因此，组装隐形飞机的过程就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了。它既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也需要很多相当昂贵的设备的支持。引用一篇专业文章里面的描述就是如果飞机外部结构的部件经过精密加工，以极小的公差配合在一起的话，那么隐形要求就可以更容易的满足。换句话说就是，减少和接近消除结构部件之间的间隙呢，对于实现飞机的隐身特性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实际上，这正是难倒很多国家的一点啊。之所以美国能够把自己的隐形优势保持了那么久呢，也得益于此。比如产自1990年代至2000年代的 F-22，它的制造公差大约为1/400毫米，这在当时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但即便如此，仍然还是需要用胶带填缝剂和 RAM 材料来处理缝隙，才能够
够保持住飞机的隐形轮廓。而到了 F-35，据说生产公差又提高了几个数量级，但你看啊，覆盖缝隙的 RM 材料呢依然清晰可见。所以这第3点是难上加难啊。第4点就是如何隐藏自身的红外和电磁特征了，别被动的挡着了，却把主动的给泄露出去了。考虑到只要燃烧喷气呢，就一定会带来红外特征，所以为了减轻一点点，那就把发动机埋得深一点嘛。隐形飞机通常将发动机安装在机身的深处，在排气口周围呢装有特殊的护罩，以便在释放热量时能够快速散发。同时啊，这种方法还有助于管理飞机的声学和视觉特征。换句话说就是啊，不仅让敌人的机器不容易发现我，也要让敌人的人不容易发现我。当然，这儿的难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隐形飞机都能够有效的遮住发动机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护罩都是那么容易设计的。最后还有一点，也是恰恰不能硬塞进去的一点啊，那就是人的因素。利用有利的地形、准确的情报、敌人的弱点和你对自己驾驶的飞机的了解程度来制定计划、规划路线，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暴露于可能会发现或者攻击你的敌人防御系统面前的风险。这就意味着啊，飞行员以及飞行团队本身也是隐形战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好了，听完以上几点，朋友们觉得印度大概还需要花多少年才能够端出一架像样的隐形战斗机呢？弄丢一半的机翼还能再飞回来吗？这种事情在战斗机上还有可能会发生，但是换到民航科技上呢，就完全别指望了。为什么？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咱们今天呢先看2个飞回来的例子，通过它们你就能明白区别所在了。第一个例子啊，发生在1945年1月27日的2战期间，主角是一架外号空中坦克的 P-47雷霆战斗机。叫它空中坦克呢，一点也不过分啊，因为它装配了8挺 12.7毫米的机枪，能够以每秒100发的速度向对方喷出火舌。除此以外呢，它还可以挂上5英寸的火箭弹和多达1100公斤的炸弹，几乎相当于 B-17轰炸机一半的载弹量了。于是总重就来到了8吨的水平，成为2战当中最重的战斗机之一了。为了把这么个大家伙推上天空呢，他用的发动机也堪称是个怪物了。普惠 R2800双排18缸新型活塞式发动机，可以输出超过2500匹的马力，所以他的设计师卡特维利才说啊，它的确是只恐龙，但却是一只灵活的恐龙。形如雷鸣，弓如电击，皮厚力大，弹足炮出，这样的恐龙不用它打坦克岂不很亏啊？所以当天啊，驾驶他的巴西第1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雷蒙德中尉呢，执行的就是打坦克的任务了。他们的目标是侵入意大利北部的德国重型坦克虎式。战斗开始啊，12架 P-47呢专注于攻击地面部队，帮他们防守空中的是另一款2战明星机种喷火。雷蒙德中尉打得很爽啊，因为 P-47本来就很擅长高速俯冲的战术嘛，再加上他呢技高人胆大，所以往往冲的就非常低，准确率相当可观啊。第一次俯冲，他用1000磅的炸弹送2辆虎式回了老家。第2次俯冲，他又用火箭弹灭了第3辆虎式。到了第3次俯冲，他发现啊，附近居然有一个坦克工厂，这不是白送给他的军功章吗？于是就冲了过去，准备用剩下的8挺机枪打出新的战绩。不过呢，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啊，因为德军的88毫米重型高炮不是摆设啊。在他第1次俯冲的时候呢 ，P-47的机翼就已经被炮火洗礼过了，受到了一些损伤，丢掉了一些重量，只不过呢还不够严重，所以雷蒙德并没有察觉出来。虽然他的确感到，飞机在拉起的时候呢，明显变得更加轻盈了，但是扔完炸弹不就该是这样吗？而等到他第2次俯冲完毕啊，受损的机翼和机身又被气流刮去了一部分，变得更轻了。所以第3次的俯冲速度已经快到要收不住了。当雷蒙德发现工厂里面有一些高耸出来的大烟囱时呢，他根本就来不及避让。于是，在750公里的时速之下呢，他的 P-47右翼几乎被完整的削去了一半。但神奇的是 ，P-47居然没有失控，而雷蒙德则猛拉了一杆，让飞机以几乎垂直的角度迅速升入了高空。按他的话来说啊，只是觉得阻力好像一下子就大了上去。为了抵抗丢失的机翼带来的升力下降和阻力上升呢，雷蒙德把发动机的油门推到了最大18缸引擎的全速轰鸣，足以抵消一个人的恐惧啊。他开始熟练的掉头，冷静的向基地飞了回去。虽然在降落的时候速度比平时快了一点，但这架掉了一半翅膀的飞机呢，居然还是稳稳的停在跑道上啊，堪称奇迹啊。不过嘛，跟我马上要讲的第2架飞机比起来，好像也就没有那么奇迹了，因为它是速度达到了2.5马赫的
F-15，而且被截取的机翼呢，几乎就连个根部都不剩了。你看这个画面就说夸不夸张吧。F-15其实是美国人在恐惧之中被逼出来的一架飞机。1950到1960年代冷战之中的苏联呢，在空中力量上还是具有足够威胁的，尤其是战斗机。可变后掠翼的米格23本身就比美国当时的主力 F-4幻影厉害了不少。当全新的米格25被推出来的时候呢，就更把美国人吓得不轻了。五角大楼的分析师认为这架拥有大翼面、双引擎的战斗机呢，完全可以轻松地碾压美国。尤其是1971年的3月，当以色列的雷达操作员在他的屏幕上发现了一架速度超过 3.2 马赫、高度超过了任何一架 F-4上升极限的苏联战斗机时，这种恐惧的气氛呢，到达了顶点。五角大楼于是当即做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速度拿出一架能够与之 PK 的战斗机。它便是在短短5年之后就诞生的 F-15了。装着2台带加力燃烧室的普惠 F100PW220 涡扇发动机 ，F-15能够轻松突破2.5马赫的极速，并且呢，这2台发动机实在是太强大了强大到它们所提供的推力比 F-15的自重和落在它身上的全部阻力加起来还要更大。我们换句话说就是假如把 F-15立起来，像火箭那样垂直发射，它都是可以飞起来的。升力啥的，有更好，没有那也行于是正因如此呢，在1983年5月1日那天，2名以色列飞行员才能成功的将完全失去一半机翼的 F-15开回了基地。连生产商麦道看了照片都直呼不可思议翻译过来就是赶紧来买我的飞机吧。事情的经过简述如下当天，以色列空军第106和116飞行中队呢，正在进行一次模拟训练，2架 F-15D 起飞去拦截4架扮演成想要攻击己方机场的 A4 攻击机。结果就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意外发生了，一架 A4 直接撞上了它正下方的 F-15，当场闪架。而 F-15呢，稍微幸运一些只损失了一侧的机翼而已，没有闪架，但却立刻旋转着向下坠去了。混乱当中，2名飞行员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损失有多么严重，于是还想要极力的夺回控制权。这个时候前排飞行员内迪维凭着本能做了一件完全跟手册上相悖的操作，打开了发动机的加力燃烧室。瞬间，2台普惠发动机推力从14590磅猛增到惊人的23770磅，飞机竟然慢慢停止了自旋，重新把头抬了起来。松了口气的飞行员呢，向自己的右肩往外看去，只见一堵有燃料形成的蒸汽墙挡在眼前，什么也看不到嘛，所以依然无法对损伤做出评估。好在飞机还能开，他们意识到就在离这里16公里的地方呢，有一个简易的机场，或许可以迫降下去。但是着陆的前提必须要减速而他们只有维持高速才能保持稳定，这简直太矛盾了嘛。幸好 F-15上面的飞行电脑相当给力，再加上这2名飞行员的技术也不是盖的，他们居然就用比正常快了1倍的速度安全着陆了。直到离开座舱的那一刻，他们才看到自己到底完成了怎样的壮举。以上就是丢了一半机翼还顺利飞回来的例子。那么同样的情况可以复制到客机上面吗？当然是不行的了。主要呢是有2个原因一个是你听完我讲完那2个故事就应该知道了，他们用的发动机都太强了嘛，推重比甚至已经大过1了。所谓大力飞砖，这不就是真实的案例吗？而客机发动机的力气再大呢，也不可能大过它本身的重量的，所以它要飞起来只能靠机翼产生的升力才行这正好就把我们带到了第2个关键点，升力。你看现代战斗机的机身很扁，对不对？因为它也是要产生升力的，所以即使机翼丢了一点，也还有机身的升力在那儿挺着，不至于呼的一下就掉下去了。但客机能把机身做扁吗？抱歉为了保证舱内的通透性和舒适性是万万不可的，于是就当不了升力体，也就无法提供升力了。一旦唯一指望的机翼都没了，那还有啥希望呢？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你要跑多快才能追上自己射出去的子弹？这听上去有点像是伪命题因为不管你跑多快，子弹射出去的速度都是在你的速度上又加上了它自己的速度，怎么都比你快，还怎么追？但是等等有没有可能这样？我在射出子弹之后呢，马上就加速跑去追呢？通常情况下，子弹的初速度呢在700到800米每秒之间。我们取个中间值750米，那么它的时速就是2700公里啦。看样子你是怎么加速都追不上了。
战斗机或许还可以啊，取决于子弹离开枪口时战斗机的速度。如果它是在1马赫的速度下开枪，不应该是开炮的话，那么就需要至少加速到3.2马赫才能追得上。谁可能会办到呢？似乎只有 SR-71黑鸟了。但是完成这个壮举的还就不是它，偏偏是一架最高速度不过1.1马赫、服役时间不过才短短几年的战斗机。格鲁曼 F11老虎，而他追上自己的炮弹纯属意外，并且还付出了坠机的代价，因此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架自己把自己击落的战斗机了。怎么回事呢？今天咱们就来讲讲啊。上世纪50年代初，格鲁曼的设计师开始着手对其 F9美洲狮战斗机进行现代化改造，为它带来更低阻力的同时，实现超音速飞行的能力。当这样工作于1953年完成的时候呢，结果却拿出了一架与美洲狮完全不同的飞机。这种新型飞机配备了全跨距前缘凤翼和带有扰流板的后缘襟翼，而通常用于横摇控制的副翼则被拿掉了，翼尖也变为可上翻的样式，方便在航母上存放。在1955年4月的首次飞行当中呢，他就以接近1马赫的速度展示了其过人的高速能力，把海军惊得当即就下了订单，要求格鲁曼你赶紧给我交货400架。看起来啊，真是喜欢的不得了啊！然而蜜月期很快就过了，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老虎的缺陷一个个都暴露了出来。它的发动机不是那么可靠，它的续航里程呢捉襟见肘，它的耐用程度实在是很弱鸡啊，各方面的性能都完败当时生产的其他战机，比如沃特 F8十字军。于是到了1959年，在短短的4年之后，生产就被叫停了，只有199架被实际造了出来，而且很快海军连一架都不留给他们自己的航空母舰了，只在蓝色天使飞行表演队继续使用了几年而已。按理说啊，这种完全没有存在感的飞机，应该很快就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才对嘛。可是他偏不，非要用一场极端的空难，把自己挤进超音速战机的名利场，好时不时跟人炫耀。你知道我当时有多快吗？都快到被自己开出的火炮给击落了。是的，就在1956年的9月21日，年轻的美国海军试飞员汤姆·阿特里奇驾驶着一架 F11老虎从纽约长岛起飞。他此趟的目的是要在大西洋的上空进行武器测试。当爬升到6000米的高度时，测试开始了。阿特里奇以1马赫的速度一边向下俯冲，一边从机身两侧共计4门20毫米的机炮当中射出了第一轮大约70发的炮弹。仅仅4秒之后呢，它的高度就已经降到了4000米了。接着，他打开了飞机的加力燃烧室，以更大的角度开始了第2轮的俯冲。当到达2000米的高度时，他再次开火，直接就清空了弹袋。可片刻之后，他的驾驶舱玻璃被什么东西给打碎了。阿特里奇认为这是一次鸟击，他立即就放下油门，并拿起机头以降低速度，然后转身飞向纽约卡尔福顿附近的格鲁曼空军基地。但在飞回空军基地时呢，阿特里奇注意到刚才击中他的物体还在右侧发动机的进气口留下了一道相当大的伤口，并且很快发动机就真的开始给他带来麻烦了。他最多只能开到78%的功率，如果再继续将油门推过这个数字的话，就会导致发动机按照他的话说啊，像是用真空吸尘器从地毯上吸起石块一样剧烈咆哮。虽然是在继续飞向空军基地，但阿特里奇却在迅速的损失高度啊。最终在距离基地不到1.6公里的时候，飞机的发动机熄火了，老虎最终扑上了一片森林，在跌跌撞撞的向前滑行了将近100米后才停了下来。所幸的是，阿特里奇只摔断了1条腿和3根椎骨，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该死的鸟啊，他心中一定会这么骂到的。但事后调查显示，他骂错了，甚至他根本就不该骂嘛，因为导致他坠机的正是起初从他的炮口当中射出去的那70发炮弹了。这张图应该能够看得很明白了啊。当炮弹离开飞机时，它们的初速呢虽然是2700公里，但是很快就会在空气阻力的作用下大幅减慢。而与此同时呢，飞机的动力始终都在啊，所以并没有减速。在这个更为极端的例子当中呢，阿特里奇反而还开了加力，以更快的速度向下俯冲。于是无意当中，他从炮弹弹道的下方超过了炮弹。11秒后，当他重新拉起飞机，第一轮被他射出去的70发弹雨正好经过他的头顶，一发撞在了他的驾驶舱玻璃上，一发击中了右侧发动机的进气口，再加一发穿透了老虎的鼻椎。你说阿特里奇是什么样的运气才碰上了这样的概率？先是被海军
名声称只有100万分之一的可能的自己把自己给打了下来，又在坠机撞上地面后以极低的生还率从驾驶舱里面爬了出来。这2个概率拿出来乘一下，他该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幸运的人了吧？虽然这个幸运还是从一开始就不要来的好啊。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呢，飞机飞太快的确是容易误伤到自己的。不仅射出去的炮弹可能，就连射出去的导弹也是有可能的哦。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你能相信吗？航天飞机居然是从大气层边缘直接坠落回来的，怎么回事？飞机下降前呢都会广播，你有没有算过啊？从开始广播到实际落地，一般都要用多长时间？最少也要半个小时吧。但航天飞机从同样的高度落地只需要3分半钟。我们来算算啊，拿普通民航飞机11000米的飞行高度来除以3.5分钟，得出的结果是航天飞机的下降速率达到了3140米每分钟，换算成时速呢就是190公里每小时，相当于自由落体的最终速度了。的确是正儿八经的掉落回来的。可是为什么并没有见它被摔得粉身碎骨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航天飞机那不可思议的降落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始于垂直高度在300到700公里之间的近地轨道，终点则在美国佛罗里达东海岸肯尼迪航天中心的一条跑道上。所以航天飞机实际上要干2件事情啊，一个是降低垂直高度，另一个是跨越水平距离。但最有意思的是，这2者它都是靠借力来完成的。降落借的是地心引力，跨越就更绝了，借的是地球的自转。举个例子啊，假如此时航天飞机正在南美洲上方以280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朝着与目的地相反的方向绕行地球时，要怎么做才能够让它飞到目的地的上空呢？打个转向灯，直接拐个弯飞过去可以吗？可以的。但是在太空中转弯呢，全靠发动机，而打开发动机就意味着要烧燃料。不巧的是，航天飞机的燃料罐已经被它给扔掉了，就是起飞不久后与机身脱离的那个橙色大罐子了。此时的航天飞机呢，只在这2个小引擎里面还剩了一点点的燃料，它们叫做轨道机动发动机，主要起2个作用。一是在发射的最后阶段，当这3个大引擎全部断粮之后呢，最后再推一把，把航天飞机送到最终的轨道上。第二是当任务执行完毕，需要返回时，反推一把，把航天飞机的速度降低一点点，好让它能够开始往下掉。所以这么说起来啊，它是既没有足够的燃料来拐弯，而真要是拐弯了呢，也就别想着减速再回地球了。自然宇航员是不可能这么做的。那他们该怎么做呢？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等着地球自己转过来就可以了。因为地球在自转，而航天飞机的绕行轨道却没有转，2者的相对位置当然就会发生变化啦。等到航天飞机的轨道已经来到了肯尼迪中心的上空时，它就可以掉个头，把轨道发动机里面的燃料全部烧光光，来减速，开始准备下落了。你说掉头这种操作它是怎么完成的呢？是靠这些在机鼻和机尾处分布的几10个小型推进器来完成的了。就连每个轨道机动发动机身上呢，都有12个这样的推进器。当反推结束之后，航天飞机的速度大约下降了每小时400公里，足够它脱离轨道开始下落了。从这里开始剩下来的一切那都是滑翔了。是的，这大概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大、最重、最快的一架滑翔机了。大约滑翔半个小时之后呢，航天飞机就开始进入大气层了。此时它的速度为27500公里每小时左右，音速的23倍，所以会与大气层发生剧烈的摩擦。航天飞机正好可以利用这样的摩擦来减速啊。于是它将机头翘起大约40度，用自己的腹部来冲着前方的空气，以便达到最好的减速效果。在巨大的热量下，空气都已经被电离了，所以从各个视角看起来呢，此时的航天飞机都像是被包裹在一个火球当中。而阻止它真正燃起来的是机腹上盖着的2万块硅板和机鼻与机翼前缘部分的碳复合材料了。它们都有绝佳的隔热性能，尤其是碳复合材料。所以你应该就知道航天飞机在重回大气层中最热的部分在哪儿了吧？就是在这个灰色的部分。当年哥伦比亚号灾难的发生呢，就是由于翼尖部分的隔热材料受损造成的那是一个既悲伤又富戏剧性的故事。
改天我们来好好讲讲。就这样，靠着与空气摩擦呢，航天飞机的速度逐渐降了下来，同时高度也降低了。看起来呢，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前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肯尼迪航天中心的跑道就在前方8000公里处静静地等待着。但是降低的高度带来了升高的空气密度，这个时候呢，机翼就遇上了一点麻烦了，因为升力开始产生了。咦，有升力不是很好吗？飞机不都是靠升力来飞行的吗？是的，对飞机来说呢，确实是个好消息。但此时的航天飞机它还不能算是飞机啊，它只能算是一个长着翅膀的返回器而已。有升力是很麻烦的，如果任由升力产生的话，它会被重新推出大气层，然后像打水漂那样，不知道会飘向何方的。此时减小升力的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进一步抬高机头，产生更大的阻力来将速度减掉。但这样做的话，有可能会产生超过隔热材料吸收极限的高温，将整架航天飞机融化掉。所以角度不能变，因此升力的大小也没法变。那能变什么呢？能改变升力的方向啊！升力的方向是垂直于机翼向上的。如果我们把航天飞机侧过来，自然也就改变了升力的方向了。侧得越厉害呢，升力在垂直方向上的作用也越小，就越能够避免发生打水漂的现象了。但你肯定已经想到了啊，机身侧过来，升力不就会把航天飞机推向侧面吗？没错啊，所以它就要左侧侧，在右侧侧，完美的走出一条波浪线出来。经过这一顿操作，航天飞机的速度已经降到了2750公里每小时左右了，正式成为了一架飞机。只不过呢，是一架设计的比较糟糕的飞机了。你从它小的可怜的机翼就能够看得出来啊，在操纵空气方面它是捉襟见肘的。好在啊，一套由5台电脑组成的飞行控制系统还是可以通过调整副翼和尾舵来有限的控制航天飞机的翻滚、偏航和俯仰的，甚至还能这样将尾舵分开成2半，变成一个减速器呢。在来到高度3000米时呢，航天飞机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转向，对准跑道开始俯冲了。说俯冲呢，一点也不为过。普通民航飞机在下降的最后阶段，滑行路线与地面的夹角在3度左右，速度在250公里每小时左右。而航天飞机呢，夹角是20度，速度是550公里每小时。基本上它就是撞上去的。为了避免真的撞上，飞行员会在最后只剩几百米的时候呢，紧急将机头拉起，再次像是在大气层顶端那样，用速度来换阻力，帮助航天飞机最终降到360公里每小时的触地速度上，然后啪的一声，在继续滑上5公里后呢，终于停了下来。时间从启动最后一次轨道机动发动机减速开始，只过去了1小时05分，差不多就是你的机长告诉你飞机准备下降所要用到的时间了。可它距离目的地的距离呢，是你的40倍。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这个设计啊，马斯克都不敢玩，他最多也敢在自己的星舰屁股上绑29台发动机而已。但英国人居然就敢在1950年代差一点造了一台绑了56台发动机的飞机出来，这个脑洞没谁了吧？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它。其实准确讲呢，这个装了56台发动机的怪物并不是飞机，而是飞机的一部分，用于垂直升空的托举平台而已。它的结构设计图和组合起来的概念图呢是这样的，你看啊，其目的呢就是为了垂直的将上面那架由英国电气设计代号为 P-17A 的三角翼战斗机举上高空的，等达到一定的高度和速度之后呢，再释放它独自飞行。我查了一些资料啊，有的说下面那个平台代号 P-17D 装的是56台劳斯莱斯的 RB108 升力发动机，但也有的说不对啊，它明明装的是44台固定喷嘴和16台倾斜喷嘴以及10台可旋转喷嘴的发动机，所以一共是70台。但不管真的是多少啊，大概都是发动机制造商的美梦，维修工程师们的噩梦吧。甚至呢，我看有的网友调侃说，如果这个方案真的被选中了，英国著名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商罗罗就不会破产后被领养了。所以这个方案究竟是为了哪个项目而生？而这个项目最终又选了哪个方案呢？我们继续啊，它就是英国皇家空军在1957年5月发布的第339号通用作战需求，简称 GOR339了。需求中明确提出为了在60年代中期接手可能会过时的坎培拉轻型轰炸机，英国空军需要一架全天候长航程、低空跨音速、高空超音速、能扔核弹、能在简易机场实现超短距离起降的理想机型。这种几乎接近妄想的需求，肯定会催生出很多奇葩的设计嘛，比方说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 P-17A 和 P-17D 这样的组合怪胎了。
但是你也不能一味的就在图纸上爽啊，必须要有真的能造出来还能飞得上天的东西才行啊。于是这些英国的飞机制造商们只好收敛了一点，最终在空军部的撮合之下呢，苟在一起设计出了一个名为 TSR-2 的超音速核轰炸机，它长成这副模样。至于好不好看呢，每个人的审美不同啊，但是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造型算是相当清奇科幻了吧，尤其是把它跟坎培拉放在一起做对比的时候。的确啊，此机一出便轰动全球，被誉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军机，毫无疑问的登上了英国航空工业的巅峰。我们来看看它究竟是怎么鹤立鸡群的。先来说航电系统啊 ，TSR-2 综合使用了多普勒导航、惯性导航和大气数据计算机，它们彼此纠错，使原本就已经非常精确的导航变得更是奋力不差。EMI 公司研制的测试雷达，费伦提公司研制的丹麦冲地形跟踪雷达，埃利沃特公司研制的机械加线传混合自动飞控系统，让 TSR-2 实现了61米超低空下的1马赫贴地飞行。关键是在这些过程中都不需要飞行员额外分出什么精力来，飞机自己就可以完成了。接着咱们再说说它先进的自主燃料平衡系统。它能够根据燃料的消耗来自动调整其存放的位置分布，使战机的重心呢始终位于最佳位置。前几天我讲的客机上的配品油箱什么的，在它面前弱爆了。然后还有全展长的后缘吹气襟翼，它可以在起飞时偏转30度，降落时偏转50度，并有2台安装在发动机上方的高压压气机，直接把气给吹上去，大大增加了机翼的升力，使其即便在低速飞行的情况下呢，仍然具备出色的操纵功效。同时啊，襟翼吹气管道呢，从一根一直延展到下反翼尖，机翼完全水平，没有上下反角，翼尖下反37度。这个设计呢，看起来虽怪，但却能进一步提高在低速和低空飞行时的稳定性。所以就这些了吗？哪里啊？至少还有一样值得一说啊，起落架。为了满足军方苛刻的要求，它可是这架飞机上最复杂的设计之一了。因为要在粗糙的跑道上起降，所以它的强度要高，阻尼要好，减震也要够出色。同时呢，还要能够被收进本就已经十分狭窄的机身内部，而且在收放过程中呢，还必须要维持飞机的重心不变才行。你说它难不难吧？很难啊。可即便这样，工程师还不准备放过它。为了缩短起飞距离，就要增加弓角，可增加弓角就容易插尾啊，怎么办呢？那就在滑跑的时候把起落架的小车往下顶呗，靠这样来增加离地间隙，为更大的弓角留出空间。好了，其他的先进之处呢，还有舒适的安全座舱、强悍的机身材质和澎湃的发动机等等，实在太多了，咱们就不一一细说了。总之啊，它绝对成为了重整大英帝国在世界航空工业中领导地位的关键先生。可这位关键先生最后也没有真的关键起来啊！从巅峰到落幕，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短短的5年时间，而且走的时候呢，也尊严丧尽啊！为什么呢？这里面当然有技术的缺陷和成本的超支，但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当时英国动荡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环境，以及官僚作风和内斗了。国防大臣邓肯·桑迪斯坚持认为，载人飞机将逐步被更快、更优越、成本更低的导弹所取代。这种导弹万能论也对正在研制中的飞机项目造成了叠加伤害。尽管当时就有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他的观点是非常荒谬的啊，再加上被强拧在一起的瓜不甜嘛，3家打包成 BAC 不列颠飞机公司的英国电气、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和布里斯通本来就不对付，尤其是英国电气和维克斯老树敌了，你让他们齐心协作可能吗？所以就是各种勾心斗角啦。最后好不容易拼凑出来的原型机，终于在1964年大选之前呢，被王牌试飞员罗兰·比蒙特开上了天，帮他继续又争取了一些时间。但是等到1965年初尘埃落定，这架传奇飞机还是被锁进了历史的保险箱里面。不，政客们怕它会死灰复燃，所以下令完全销毁，最好什么都不要剩下。于是4架原型机，一架被焚烧到灰烬，一架被拉到靶场，在弹雨中化为碎片，另外2架好不容易被保了下来，估计也就只剩个壳子，放进了博物馆里面。当然，同时被停下来的还有英国的航空工业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火箭一定要处在地上起飞吗？不一定嘛，把它挂在747的机翼下方，先带上高空，再水平发射也是可以的。觉得新鲜吗？其实都是航天飞机玩剩下的啊！早在1977年，人家就已经从一架747的背上成功放飞过了。不信你看。
不过很可惜啊，他这次的目标呢不是天上，而是地下，并且以后也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突破过大气层。所以这到底是一架什么样的航天飞机？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的故事。它叫做企业号，在所有的航天飞机里面排行老大，于1976年9月首次亮相就受到了如明星一般的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就是明星啊，是当时已经风靡全美的星际迷航里面企业号新建的现实版孪生嘛。所以在机库前面等待着迎接它的几乎全是星际迷了，就连剧中的演员也和 NASA 局长站成一排，兴奋地为这架不知道属于谁的飞船剪彩。这是属于 NASA 的吗？不全算啊，他们就连给它命名的权利都没有。原本想着这一年正好是独立宣言颁布的200周年，起名叫宪法号多好啊！但星际迷航迷的数十万封请愿信呢，瞬间就把总统办公室给淹没了。迫于舆论压力啊，只好改名叫企业号了。那这算是星际迷航迷的吗？更不算啊！首先，他的舰长叫做弗雷德·海斯，是真正的阿波罗13号的飞行员，而不是虚构出来的詹姆斯·科克。其次，他连一次太空都没有去过，更不可能像《星际迷航》里面的企业号那样来一次酷炫的超时空跳跃了。他的任务是为了测试航天飞机那对没有发育成熟的小翅膀到底能不能支撑它重返大气后稳稳地落在跑道上呢？所以啊，它是拥有完整的结构、准确的质量分布、跟正常工作无异的起落架、翼面控制系统和5台飞行电脑。只是呢，由于不需要冲出大气嘛，所以就少了发动机，也少了真正的隔热瓦。当然，这些在轨道上用来调整姿态的小型推进器呢，也是画出来的了。但你注意到没有啊？人家也有多出来的东西啊，那就是位于鼻尖的这根探针了。它的目的是为了校准机载空气动力学设备的。伸那么长呢，是怕受到机身周围已经扰乱了的空气的干扰的。另外一样东西也很扎眼啊。把尾部整个包起来的尾椎了，倒不是因为它没有发动机，所以没有做喷口拿来遮丑的，人家当然也是有假喷口的啦，后面也是要做测试的。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提高航天飞机整体的气动流线性嘛，在后面每一架真正的航天飞机被背在747背上时都是要扣上的，只不过企业号是唯一扣着它自己飞的而已。说到飞，它没有发动机，要怎么飞呢？这也正是测试的一部分了。因为考虑到航天飞机可能的降落地是西海岸的加州，而发射地则在东海岸的佛州，两地之间横跨全美，肯定是用空运最为快捷嘛。所以在航天飞机计划的一开始呢 ，NASA 就已经将一架专门用于运输它的飞机考虑了进来。结果就是这架经过了改装的波音747了，它可以把航天飞机驮在背上，带着它飞。为了减少改变的气流对尾翼控制面的影响，你看它与普通747最大的区别就是这儿了。超宽的水平尾翼加上立在外面的附加鳍片，经过多次实验之后呢 ，NASA 确信这架奇怪的合体机械是可以飞上天的，于是就大胆地进行了验证。当然，背上的企业号里面，一是没有带飞行员，二是所有的系统都处于关闭状态，三是连一切可以活动的部件都是锁死的。这种真实的飞行呢，让 NASA 得到了很多的宝贵数据，并且也的确看到了一些只有实测才会出现的问题，比方说超出预期的湍流引发的震颤等等。在解决掉这些之后呢，下一步就是带人的开机测试了。2名飞行员会进入到企业号，并且开启完整的系统，以便为机上供电和制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看看5台飞行电脑是否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正常工作了。因为没有他们啊，任凭你再有经验的飞行员都是白搭。航天飞机的小翅膀靠双手双眼再加上双脚都是玩不转的，它需要非常细微与迅速的修正才能保持姿态顺利降落，这个人是的确干不了的，所以才准备了5台嘛，其中1台是备份，另外4台呢相互纠错，冗余做的简直是够够的了。好了，到了1977年的8月12号呢，该做的准备都做过了，是时候让747背上的企业号单飞一把了。计划是这样的啊。当2架合体的飞机到达7600米的高度和500公里的时速时呢，波音747开始俯冲，为背上的企业号提供更大的升力，然后爆炸螺栓炸开，两机分离，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各自继续下面的任务去了。不过呢，这里有个因素相当关键啊。你看它俩的机翼面积，就知道产生的升力完全就不在一个水平上。当747有足够的升力的时候呢，航天飞机是根本飞不起来的，那可怎么办呢？只有让两者的机翼弓角不同呗。航天飞机的弓角要更大才行，所以它在747背上才是翘起头来的。而且企业号翘的也要比它后面的几个兄弟更大，因为只有它才要真的单飞嘛。前面的支架呢长了大约2米。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降落了。
7号一共降落了5次，前4次呢都还不错，但是最后一次也是吸引最多关注的一次，连英国王子查尔斯都被圈粉来现场了，却差一点就变成尴尬收场了。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连舱内2名飞行员的对话都能听得到哦。210, 200, real good speed. Shit. Okay, we're back. Okay. Watch it. Let the stick go. Hold it. Jesus. Oh, shit. Put her down. Speed brake's out. We're 130. Get the nose on. Okay, we're in direct. 实际上，这种情况正是由于完全自动的飞行控制系统和想要接管的有经验的驾驶员之间产生的冲突造成的。跟别的飞机不同啊，航天飞机的机翼上呢有一对额外的升降副翼，它们既可以控制飞机的俯仰，也可以控制飞机的滚转，但是电传系统对俯仰控制的优先级要更高一些，这就会让当接近地面控制指令越来越密集的发布时，飞机的俯仰变得有些滞后了。这哪是有经验的飞行员看到过的状况啊？所以他们就忍不了要去介入调整飞机的俯仰，但飞行电脑一看，你这不行啊，又给再调了回来。这拉锯战一开，结果往往就不那么好了嘛。看来人和电脑的配合呢，还要再单独拎出来练一练啊。这个画面呢，看起来怕不怕？它就是 NASA 为了训练电脑和飞行员专门改装的一架 F8十字军战斗机了。就这样慢慢调教和配合之下呢，世界上最难飞的滑翔机航天飞机才越降越稳了。当然，这一切的开始都是这架可能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的企业号航天飞机了。在经历了天上的飞行试验、地上的运输试验、架子上的吊装试验，还差一点当了挑战者号的备胎之后呢，他现在正安静地趴在纽约曼哈顿退役的无畏号航母甲板上，无声地讲述着这段历史。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F7U 弯道怎么看怎么萌，上面、下面、侧面，尤其是侧面啊，你看它那鼓得大大的灯泡状的驾驶舱，设计它的人要是说自己没有画过漫画，我是不太相信的。可是就是这么一架看上去满是安全感的飞机，却被贴上了一个与气质恰恰相反的标签——少尉终结者。在其短短的几年服役期间啊，他干掉了4名试飞员、21名海军飞行员，同时也自损超过1/4，当之无愧成为了有史以来事故率最高的美国海军后掠翼战斗机了。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的故事啊。2战后期，喷气式飞机的技术迎来了黎明。美国海军当然也不愿意错过这第一班车啦，于是就向各家飞机制造商发出邀请，让他们设计一架能够轻松飞过12000米、速度达到1马赫的舰载机出来比试比试。谁要是造得好啊，订单大大的有啊！这个请求呢是在1945年6月发出的。但其实在此之前，飞机制造商沃特就已经在着手开发一架这样的飞机了。他不仅抢得了先机，手里面还握着一张王牌，那就是来自德国的前梅赛施密特公司的高级飞机设计师沃德马尔·沃格特了。他在2战快要结束期间呢，负责了一些德国先进的后掠翼喷气式飞机的开发工作。这就不得了了啊！带着丰富的设计经验和德国科学家测试出来的关于后掠翼喷气机的重要数据加入了沃特的他，简直就是一张王炸啊！果不其然，很快一架符合海军要求的飞机便在他的主导下诞生了，这就是后来的 F7U 弯道。初次见面着实惊艳啊！这架飞机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的一架飞机，甚至把时间线往后拉也很难再见到跟它一样的来者了。你来看这张照片啊，展示了第181空中特遣队的一次编队飞行。弯道同他身边的 F9F 美洲狮、F2H 女妖和 FJ-3狂怒像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吗？难怪很多见到他的记者直接就把他改叫为蝙蝠侠了。这个蝙蝠侠呢，看起来的确很厉害的样子啊。他拥有一双极其宽大的后掠翼，从驾驶舱的后缘一路延伸到机身的尾部，因此就没有了水平尾翼。垂直尾翼的布局呢也很特别啊，它们是从2个机翼的后缘长起来的。另外也是在这里，机翼的后方还装着副翼，它们部分替代了水平尾翼的功能，可以让飞机实现俯仰、滚转的动作。控制它们的是一套黑科技了，号称是带有力反馈的液压系统。飞行员通过它呢，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各个控制面上所受到的空气的力量，以便做出更加细微的操作，飞出更强的机动能力来。同时，你看它的前起落架也与众不同啊，又高又长，有没有？是的啊，它是可以伸缩的，也是可以拐弯的。在从航母的甲板上起飞时，它可以将弯道的机头抬高到离地4.27米的位置。
没有上翘的甲板，那就自创一个上翘的机身呗。哎，大鹰角配合大翼面，确实更容易飞得起来啊。但是头抬得太高，在降落时就不太方便了啊！飞行员只能看到鼻子，看不到跑道啊。没有问题，你以为他那个不成比例的大灯泡罩子是干什么的？设计师已经想到了，它就是为了让飞行员能够坐得更高，视野更好的。加上前起落架也能够再缩回去一点，顺利降落，哎，好说嘛。两个引擎呢夹在机身和机翼之间，显得没有什么存在感，也的确是这架未来战机最拉垮的部分了。动力表现平平，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出现不够用的情况。但好在啊，它能装啊，内部单舱可以挂下2枚2000磅的炸弹，外部挂架也能够携带1000磅的炸弹，还能够带上最多4枚麻雀空空导弹和标配的4门20毫米机炮，对地攻击优势满满，对空战斗也具威胁啊！海军已经是满意的不行了。试飞成功之后呢，就直接下了订单。好了。海军飞行员的噩梦开始了。后来一系列的测试训练让所有参与人员都苦不堪言啊。举个例子啊，爱德华·费特纳中校当时是美国海军的一名资深飞行员，驾驶过很多名机，包括这架 F7弯刀。1951年的11月呢，他接到了一通期待已久的来电，是海军航空训练司令部的一位上将打给他的。对方很激动啊，说：“恭喜你，你已经成功入选海军飞行示范中队了，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蓝色天使飞行表演队。”费特纳当然就更加兴奋了，因为获选蓝色天使绝对是一件大事啊，它意味着皇室一般的待遇。免费周游全球，结识更多的名流，享受耀眼的聚光灯，等等等等，而且啊，也能够为海军招募到更多有价值的人才嘛。哎，对费特纳来说啊，没有比这更好的工作了。但是他还是留了一个心眼儿，在没有答应之前呢，先是向对方抛了一个问题：那我们会驾驶哪架飞机呢？F7U 弯刀，海军上将淡定地说：“那么抱歉了，长官，我不能接受这份工作。”费特纳丝毫也没有迟疑地回答道：“哎，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在航母上已经领略过这架飞机的残忍了，因为除了他以外呢，当时会开这架飞机的人几乎全都送命了。再光鲜的身份和生命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嘛。哎，纸面数据这么好，怎么一到实际的跑道上就成夺命十三郎了呢？不奇怪啊，因为在他身上没有一项技术是成熟的。夸张的机翼布局让他变得非常难以控制，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到疯狂的螺旋当中，难以改出。带有反馈效果的液压系统呢，压力几乎是其他舰载机的2倍，因此面临不断的泄漏和失压。那根又长又细的前起落架怎么改都不够坚固啊，杵到航母的甲板上就很容易让弯刀栽了跟头。还有那2台一开始就贫血的吸污喷气式发动机，从来就不要指望它能够给你足够的动力。按飞行员的话来说啊，它比吸污烤面包机散发的热量还要少啊。于是，在发生了很多次事故，在海军的忍耐到达极限后，这架飞机也就永远被放弃了，连一次修改的机会也没有留给他。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